飘零之地，是先帝亲临遗留洞府，得其洞府传承者，便可窥见踏入道境第3步的契机。读仙者，形神俱灭。孙兄，慢慢说。那仙祖在修士体内种下仙种，这仙种可夺人神智，令修士为他所用。仙种，孙兄，那修士联盟所在何处？孙武已得3分仙运，甚好，当赏。能侍奉先祖，已是天恩，弟子岂敢奢求？你既诚心侍奉，本族便赐你极乐。谢先祖。大爷，林大牙，今日不论修为高低，君为卧榻，玉为砖瓦，倒还真是个仙界模样。这些仙种为何透着熟悉？王林师弟，王林师弟，没想到居然能再次重逢。当年师尊寿宴上，远观过师弟风采，在下屈意长。师兄不去征军功，夺机缘，为何在此悠闲度日？嗨，那些不过是骗外人的幌子，此地才是妖灵之地的机缘所在，真正的大道之门。先祖乃上界真仙，我等唯有在这仙法沐浴之下，方可窥见大道，踏入真正仙府。师弟想必也是为皈依先祖而来吧？现下真是牛鬼蛇神都敢来自称先祖了。入仙族者，罪当诛！上！上！上！犯下夺仙之罪，必将死无葬身之地。无仙者，哼！仙位大人，乃先祖栽培的亲卫，皆为问鼎修为，你必死无！不过是个空有修为的傀儡，连意境都没有，谈何问鼎之位？你还不现身吗？来者何人？竟敢闯本族仙境！天妖使徒，你扰我在先，昨日又犯，再度招惹于我，如今又装不识。天妖城刺杀王林，他是王林。王道友，往事误会而已。你杀了我2个仙位，也算扯平了。今日你我一笔勾销，从此两不相欠。你看如何？
先祖已达问鼎中期修为，何须逼他锋芒？仙位，不过2块碎玉，谈何偿还？不知好歹，仙位县迎敌军。参见先帝！参见先帝！老夫本是仙界之人，仙界破碎后降临此地，点化众生。皇陵，你若退去，尚可安身；我执意狂妄，仙法便至。仙法，你这残影幻术差得远了。万处虽巧，终究是假。你问鼎中期是靠外力提升而来，与那些仙位一样，心中无道义，体内更是没有一丝元力。你的仙人大梦该醒了。王林，本仙念你修为不易，你却不知好歹，执意纠缠。既如此，那便做我仙种之奴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仙种起！只要仙种能让他一瞬失了神智，我便可用仙玉将其炼成仙位。这股气息，仙手之凉。麒麟，吃吧。这些法宝与仙界的确颇有渊源，此人身上定有其他宝物。我这是怎么了？你毁了我百年积淀！如此斤两，就敢自称上仙？你休得嚣张！此物乃本祖点化众生之笔，金口小儿，受死！这符案是遵守之路上的金符，此笔能真正画出那股符文之力。这眼神，和那头麒麟看到仙良时如出一辙。仙符，雷兽，破！仙手之凉，仙玉，仙笔，这黄玉必要拿下。30息内用了6种术法，此人连逃命的本事都层出不穷。麒麟，雷兽，他到底是什么怪物？
莫怪我，若非当初贪言作祟，我何至于此？原本以为我领这个平平无奇的修士，捉得两位一时宽恩，哪料竟是这等妖孽呀！罢了，若是能保住性命，舍了此宝又何妨？你要追我，还是得这宝贝？王林，你可想好了？王某平生不许做选择。嘿嘿，小的万事您放心，请把宝贝带回来。可恶啊！怎么有如此无耻之人呐！若能逃过此劫，我发誓再不惹是生非。不，我还有最后一招，求求你了！坤仙网记！虽然我还未掌握你的用法，但我信你定能助我度过此劫！捆他！捆他！捆他！这是。又来了！坤仙王，你原先的主人定是这样被你害死的呀！好个仙宝！苏南，这是哪儿？怎么了？舒南，多谢王兄救命之恩。他不敢杀我，没了我这些仙宝，他一个也用不了。哎，主人，这法宝小许子给您追来了。哎呀，可把我累坏了。不错。这仙笔在你手中无用啊！把我放了，我就告诉你怎样画出一道心符，如何？不必。上仙饶命啊！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。是上仙大人，小人是炼狱派的修士，名叫黄玉。当年意外进入一座洞府，这才获得各种来自仙界的宝物，后来便伪装成仙界之人。除了仙凉与点仙笔，你还得到了什么？共有2个储物袋，一个储物袋里面装着捆仙网和一枚玉简，另外一个储物袋有神石烙印，我还没来得及打开，就被一堆狗男女抢走了。吾儿清霜，今贺你荣登宇之仙界仙君之位，为父以烁仙金为你锻造剑鞘一把，可滋养你宇之仙剑内的剑灵。此玉剑以血脉为器，设下禁制，你只需以指尖精血为引，灵气自解，其中玄机便可尽览。
按照玉简生的语气，这青霜是宇之仙界的仙君，此女有一样法宝，叫做宇之仙剑。宇之仙剑，宇之仙界，天下竟有此等巧合之事！周易前辈痴情的女子，难道是先帝青莲之女青霜？前辈，得罪。手剑之宝，乃点仙笔。此笔凝太阴之精魄，为父以星辰画12太初符文，封印于笔端。日后以笔为引，可摧万千变化，施无上仙法。其二为捆仙网，此宝灵性出猛，暗藏气魂，是昔年仙界鏖战遗落凡尘，颇为有趣，想必合你心意。其三，须与宇之仙剑相配，名曰四灵窍。将仙剑纳于窍中温养，可助剑灵凝形，日益强盛。除却仙位炼制秘法，尚有一门定身术，虽属下品仙术，却暗藏玄机，乃为父妙手偶得。此术或为上古大神通之一角，留待你日后参详。这玉简中竟还藏有一幅地图，看样子应是一个洞府的地形图，还不知是何地。仙位分作上中下3品，即便最弱的下品仙位，也堪比问鼎后期大圆满境界。那黄玉所炼，不过粗糙的残次品罢了，与火妖之战难有用处。此番真正的收获，还是这门下品仙术。真正的仙术，为世间修士舍命渴求。若修成这定身术，或许能在火妖一战中逆转乾坤。此战，火妖之力定然远强于我，寻常手段难有作用，唯有借助神通法宝，方有一线机会。散魔之甲，灵天后剑气，应当足以在出战之时保我性命。造化黄泉虽强，却难以与火妖正面抗衡。若是辅以挪移之术，或有奇效。吞魂翻越仙界，若使用得当，或许能挡下一击。摄神车虽强，想必也不足以直接杀伤火妖。真到了那危急关头，这定身术或有大用。天妖郡与火妖郡交战数10年，古云顿还敢孤军深入，当真是不把我们2郡放在眼里。今日我们2军便取他天妖城，屠他帝都。唯有兵贵神速地取下天妖城，方可令古云顿进退两难。此处蛮荒部落也需踏平，以免走漏我军动向。蛮荒贱民，死！这阵法倒是颇为有趣，待本帅破开，献与帝君。
完胜了，神了！定身术仅能定住3息，这仙术还是没有彻底掌握，但没时间继续参悟了。与古妖的约定之日就要临近，是时候动身了。妖木积淀万年，本就难以攻克。此战折兵损将，老祖还严令围城，到底是何用意？百万杀戮之气，去！此战要成，需办3件事，首要便是破开妖木，引他现身。妖木已毁，3军听令，助天妖使者破城！血战千万年，从未惊动过火妖本尊，今日怎会？我等古妖镇守9郡，本不敢插手战事，
但那火妖若在你身上嗅到我的气息，定会暴怒而出。他实力不逊于我，于你而言，这将是一场真正的生死之战。贝罗的臭味，竟敢染指我之疆土！好，好得很。既然他先坏了规矩，本祖便叫你们知晓何为真正的古妖之怒。下令，全军后撤！全军后撤！妖邪之辈，需永焚烈火，万事不得超生。火妖非你我能敌，王兄，速退！哼，凭你还想与我抗衡不成？魔镜有些意思。这意志之力已然远超你的修为。依旧是皮肤撼术。你公事汹汹，贝罗派你来此，究竟是何意图？还是他天真至此，以为凭你之力可与我抗衡？道化黄泉，百万杀戮融合为一。以你之力，不可能将其战胜，所以第二件事，你要设法踏入他身边100丈之内，凭此印诀，为我凝聚妖身，由我拖住火妖，字字句句问题，古妖派他来定有他意。蝼蚁，这场游戏该结束了。妖精屠魔！火妖法器，修为差距下，定身术只能维持不到1级，但已足够。雕虫小技，百丈引入，贝罗。不可能！你怎会破剑出城？拜见老祖。这是古神的气息。我以他之血凝化妖身，加以神识相连，自可打破限制。
走出天妖郡。古妖碎片已经分开太久，若再不融合，只会彻底消散于天地之间。你与我的融合将是一次新生。至于其余的几个，我亦会去一一吞噬。痴心妄想！接下来第3件事，也是最关键的一步，进入火妖塔，击溃火妖雕像。雕像乃我等妖力之源，若将它摧毁，此战便算成功。待我将火妖吞噬，自能找到你朋友的下落。火妖与分身的妖力共同来自妖像，此消彼长，我会全力拖住他的本体，助力击杀分身，尽快破坏妖像。射神车！你以血凝聚妖神，终究是权宜之计。在我火妖郡内，你斗不过我。待我将那身怀古神气息的小儿吞下，他日一统九妖的，只能是我。姓大小儿，你的对手是我，与我滚开！现在！凝结仙气，住手！司徒前辈，我炼成引灵术了。这些皆是我昔日所学神通。你打碎雕像后，我便会助你获得古妖传承。
你可选择将一样神通推演至大成。除你外，此传承我只给过2个修士，尤其那第2人，他是我所见修士中天资最高。是谁？孙韵。当日我在天韵子前辈识海中见过此种境界，这应该就是踏入阴阳虚实2义后所产生的神通。如今我通过古妖传承，竟提前感受了这种变化。若选一样神通推演大成，这是一道杀戮之气。怎会如此？按这般推演，杀戮先决大成后，我便会直接身死，化作一道真正的杀戮之气。杀戮先决，未免太过狠毒。所幸我感悟有限，不然恐怕我已陷入危局。不知那孙云的消失是否也与此事有关？天韵子，我曾经说过，若你不负我，王某此生绝不负你。但你若负我，感悟的可还顺利？贝罗前辈，此次我成功吞噬了火妖碎片，今后无需凝血化形，也可踏出天妖郡。不出100年，我会彻底将其与七妖融合，到时我古妖贝罗便可新生。此阵你功不可没。在你闭关感悟的这数月里，我已寻到你朋友神识所在。此地每500年便会坍塌一次，坍塌之时，便会将星空中众多法宝灵兽吸入其中。这便是外界潮汐之象的根源。然而此地历经无数次坍塌，已经形成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峡谷，人们又称之为潮汐深渊。你朋友的气息便在此处，此地深不可测，你确定要前往？朋友恩重如山，我必须前去。也罢，这潮汐深渊的入口共有6处，出口只有1个，在火妖郡内。我只能探出你朋友离水妖郡入口最近，但具体位置无法感知。拿着此物，你只要融入神识，便可查看潮汐深渊内的一切。多谢古妖前辈，在下告辞。此子身上有着王族古神的气息，若能将他吞下，实乃大补。但我古妖一族能存续至今，古神未尝不可。若吞此子，疑惑无穷。只是我贝罗能忍得住这诱惑，却不知古魔塔家能否也同样忍下。若我所猜没错，他们应也在潮汐深渊之中，必须尽快找到朱熹前辈。